跟你说了无数遍了，真没那个人，你不相信我是吧？我对天发誓啊！但是这种感觉太强烈了，韩晨，医生刚才说了，你现在是一个失忆人士，不要对自己的感觉抱太大的信心。是啊，说不定那就是你昏迷期间做的一个梦。不，这不是梦，这肯定不是梦，它太真实了，就像是我刚才还牵着他一样。韩晨，你想一想啊，如果你说的那个人真的存在，如果你们的感情真的那么深厚的话，那你在医院这么久，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有出现过？对，新家这话说到点上了啊。而且，实在不行，你回家看看相册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虚构的女人给找出来。那这是什么？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会带着一枚订婚戒指？啊？我查了，戒指戴在中指上表示热恋或是已订婚。医生告诉我说，我进来的时候就一直戴着这枚戒指，他们怎么摘都摘不掉。你们还想否认吗？还想否认它的存在吗？这个戒指 ，H 是我，韩晨 ，S 是你，也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未婚妻，苏眠。徐医生，我听局里的人说，韩晨跟小白最近走得挺近的，你再不努力，他们俩就在一起了，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们真同居了？我后面打算带他去一趟贝市。还去背试啊？啊，那么快就见家长了？哎，徐医生，你还没回去呢？徐医生，徐医生，啊，怎么了？你对着一具尸体发什么呆呢？也许是太累了吧。累了就回去休息吧，干嘛总一夜夜的在这里熬着？最近黑盾组的案子有些棘手，你是要回去了？对啊，徐医生，你还有事吗？我想对这具尸体进行扫描，你忙的话就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能搞定。怕了你这种工作狂了，我来帮你吧。不过扫描完之后的工作，要不等我明天来处理，
要不啊，就交给徐医生你自己了。那些的话交给我好了。喂，猴儿，我韩晨，我回贝市了。韩晨啊，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咱今儿中午聚一下吧，我带一个特别的人来见你们。哎，这小子有新欢了，到时候让大家都看看啊。还装呢，演技真差。讨厌！哎呀，别闹了！你要闹是不是？对啊，来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是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嘛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呢？啊，人家肯定是有用途的呀，要不然费那么大劲植入到 T 体内干嘛？我看就是你没本事破解不了，你这笨蛋。我没本事啊！哎，有我破解不了的东西，这个里面东西我都看过了，就是没有资料。不过这个芯片有 GPS 定位系统，你说会不会植入 T 体内的那个人想知道 T 每天干嘛？我觉得这个芯片就是有这个作用。那照你这个说法呀，这一定是他们组织老大干的，用这个芯片来控制他们组织当中的每个人。肯定的，这还用想啊？哎，你想啊，一群犯罪天才，如果你是组织者，你是不是也害怕控制不了他们？所以就把这个芯片植入体内，以防万一。有道理。不过秦队说过要有什么国家安全局的人来进行技术支持，反正我以我的技术只能到这儿了，看看那些高手们有什么办法吧。周小传，我就说你能不能长点志气啊？你就自己把它破解出来。我怎么了？我已经很厉害了，我知道这有 GPS 定位系统。哎，就你这样还高手呢啊！哎呦，徐医生，徐医生，我是来送辛家的尸检报告的。辛家的确长期服用过抗抑郁药，还有，在辛家的体内也发现了一枚芯片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有2块芯片了。哎，徐医生，徐医生，没事吧？徐医生，来坐坐来来，坐着坐着坐着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？怎么了这是？我没事，可能是因为通宵之后血糖有点低，我一会儿吃点东西就没事了。徐医生，真是谢谢你了，你为了给我们黑盾组加快进度，已经连续熬几天夜了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要不然我们以后找你都找不到了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帮锦溪一点忙。哎，锦溪呢？哦，小白那个谁，老大给白白请了假，俩人度蜜月去了。度什么蜜月啊？是什么度蜜月啊度过蜜月？没度，什么是度过蜜月啊？我听着不是度蜜月啊。不是度蜜月，你别听他乱说啊！小白和韩神那个出公差了，出公差，2个人有点事儿，过几天就回来，哎，是吧？啊，对，我记错了，出差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还有事没有处理完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徐医生，你还是听我的，先回去休息几天吧。没事，不用管我。瞎说什么呀？我没想那么多啊。徐医生，来，辛家没有在外就诊抑郁症的记录，他每天的生活方式基本都是2点一线，一是跟着韩老大，2就是回家。唯一异常的地方是，我们发现他在2个月前曾去听过兰西医大教授的讲课。根据这条线索，小何又发现，这个教授其实来自贝市，是兰西医大外聘的名誉教授，会不定期的在各个大学里面讲座。有人说这个人是治疗抑郁症的权威。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，他最擅长的是犯罪心理，而且在业内小有名气。犯罪心理学，那不是跟白白学的是一样的吗？辛家为什么要去听他讲座？所以我觉得这条线索有必要去跟进。他近期会在兰西医大，下午就有课。
别看我，我还要去鹤鸣山勘察现场，这事儿得你们去办。许南博。 你也真够厉害的，公安大学说进就进。凑巧有熟人罢了。怎么样？有线索吗？你对这儿有印象吗？我觉得好像自己上辈子来过这里。你这辈子就来过了。你说为什么档案里会没有我的资料？我整个人都消失了，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也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你想，如果辛家的话可信，那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公开招录警校生的档案会被完全抹去？你是说，卧底？可是，一般卧底不是会选择一些从警几年有实战经验的吗？我当时还在上大学，我又是个女的，还是这么重大的案子，为什么我会是卧底？又为什么之后我会顶替景熙活着？我们一起去寻找那段记忆。小壮，啊，哥哥自打大学毕业以后，就没见过女同学这么多的阶梯教室。是吗？哎，快点快点，再晚就没有好位置了。还真是啊，感觉对咱卧底的秘密任务不太有利啊。对我没影响，拿水。我有影响啊。看前面那个。你说这许教授和咱们家小白妹都是学犯罪心理学的，他们俩谁强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在这个领域，我无底线、无要求的支持小白。哎，你的真爱不一直是韩神吗？哎呦，我两个都爱不行啊，烦死了。
哎，看出来你还挺多情的。这就是催眠。怎么没见过这两个人？同学们注意了，今天这堂课我们讲的是清醒催眠与心理暗示。学好这堂课啊，从此就能拓展你们的职业生涯。拿不到医疗执照一点都不可怕。学好心理，转行到广告圈，分分钟就可以成为年薪100万的金领。催眠呢，是在被催眠者愿意的前提下。你们哪个系的呀？我怎么没见过你们？将被催眠者同学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开放的状态下，我吗？我没有啊。哎呦，你傻呀！他俩一看就一对儿。哎，我们俩不是一对，我们俩就是……哎，切，你真有眼光，我们俩就是一对。我告诉你，他没女朋友，我就是他男朋友。哎，你没几朋友，我们俩还是同事呢。哎，对，同学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解释一下。解释。我刚好想请一位同学上台帮我完成一个实验。这位同学这么活跃，那就请你上台吧。我啊？对。哎。许教授，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系的？我叫周小传，临床心理学。哦，临床心理学跟今天的主题很对口啊。那下面我想请这位同学跟大伙儿一起看看屏幕上的图片，并念出上面的文字。我们开始。哎。念这个啊？对。红黄蓝。红黄蓝。肯德基。肯德基。五星红旗。五星红旗。水。没错。怎么不念了？不知道。是不是觉得和你们印象中的水是完全不一样的？这个才是你们心里的水吧？周同学，周同学，你脸色不太好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徐老师，我能不能去趟洗手间？那你赶紧去吧。哎。别打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别打！许教授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知怎么了，突然间尿急啊，没关系，感谢这位周同学的配合，请你回到座位上去吧。哎。各位同学啊，今天这个实验啊，充分地说明了，在清醒的状态下，人是会被自己的听觉和视觉所诱导，受到心理暗示，从而产生一种轻微的清醒状态下的被催眠。刚才这位周同学从座位走到讲台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已经在接受我的心理暗示。从颜色图片到水声，一直到他走进洗手间之前，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识都会由于自己的习惯做出提前选择，所以我们提前更换了洗手间的名牌，把普通意义上的蓝色代表男人，红色代表女人做了调换。所以周同学走错了地方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周小传，谁叫我啊？许教授，许教授，虽然我只来过兰溪省1大4次，但我是临床心理学系的名誉讲师，所有学生的名字我都能记得下来。你们2位是警察？哎，不是，我们俩今天来吧，就是。新家的家人情绪激动，而且非常不配合。他的随身电脑要了很久才拿到，但里面的数据都遭到损毁，无法复原。唉，感谢网络时代吧，任何进入网络的人，想在里面不留下痕迹都非常困难。喏，看好了。虽然新家的反侦查意识极高，每封邮件都采用了阅后即焚的程序设置，但这封邮件特别有意思，它是在一种网络不畅的情况下，因为没有发送出去，而被系统自动存储在了云端数据库的延迟备份中。我们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跟运营商沟通调取数据之后给它恢复的。辛苦了。没事。K， 我知道你一定要反对我，也会告诫我最好先和那个人取得联系，确认状态之后再行动。但即便我个人出了问题，其他人也会将计划进行到底的，不是吗？待会儿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。这么好？那必须的。来，进去看看吧。欢迎光临，请随意挑选。说真的，我好像好久都没有逛过街了。所以今天就好好带你逛一下。这件你喜欢吗？还行。这件呢？好看。好了，你去试一下，打扮的美美的，一会儿带你去见我的兄弟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我自己不喜欢穿裙子，今天我才知道，其实我不是不喜欢，是因为我平时总是跟一群糙老爷们在一起，那群人哪有什么审美啊？把我都带秃了。你女朋友长这么好看，肯定不会给你丢人的。女士，您真是太漂亮了，我觉得您不买都对不起这身效果。你真觉得好看？好看。我给我男朋友看看。好。哇，快看！快拍照，帅！两位小姐在干嘛？我没看错的话，是在偷拍我男朋友吗？他是你男朋友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你男朋友。他长得有点帅，不好意思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真行啊！我就去换衣服2分钟都不安分，干嘛这么臭美啊？摆个 pose 等人拍啊？我要是不臭美的话，怎么能配得上这位爱臭美的苏棉小姐呢？来，我看看，好看吗？完美。这儿布置的还蛮有意思的。这才哪跟哪啊！以后带你去更有意思的地方，你还不得变村姑啊？等他们来了看看。哟，韩少来了。哟，韩少，好久不见。韩哥，这就是你女朋友吧？我去，
这人挑的，韩少就是韩少，绝了。是了。她一直都这么美。行了，坐吧。哎，来，坐。走。韩晨，韩晨，我想死你了！哎，我说，这么久死哪儿去了？是啊，忙着谈恋爱啊。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白锦溪。你们好。不至于吧？是不是因为她长得太好看了，把你们都给镇住了？行了，总没个正形儿。韩晨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要问你。那你先坐一会儿。嗯。走。大伟。哎，来，咱们先坐啊！来，先坐。哎，倒酒，哎，给嫂子倒水。韩晨，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个女人？什么这么个女人啊？她是我韩晨的女人，也是将来二位的弟妹。我不管，这个弟妹我不认。我也不认。猴，大伟，4年前你们告诉我说没有这个人，是我的幻觉。你们就这么把我当兄弟的？啊？想让我这辈子和素棉再也不能相见是吗？韩晨，如果说这个女人她是素棉，那等你死的那个她又是谁？猴子，你闭嘴！你刚才说什么？当年死的是谁？我全都告诉你。5年前，你和她一起遇难了，你当了1年的植物人。素棉不知道去向，后来在附近的悬崖底下发现了一具尸体，那个尸体已经腐烂了，所以我们认为苏棉那个时候已经死了。现在的这个，真的是苏棉？你说当年他就死了？那你验过 DNA 吗？核对过指纹吗？就是因为验了 DNA， 查了指纹，我们才确认那具尸体就是他，而且尸检报告跟从他家取出的毛发 DNA 完全吻合。就算当年你们都认为他死了，为什么这么些年都要对我隐瞒他的存在？因为他对不起你。出事之前你们就已经掰了。他从警校退学以后，整天跟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。她不是一个好女人。既然你已经把她给忘了，我干嘛还要跟你提她？而且你们俩是真的分手了。当时你在查一个大案子，连续好几个月封闭着，他就在那个时候被警校开除了。你记不记得走的时候让我们俩照顾他？得，我们去看了，他被一个几百万的跑车接走了。后来我们听说你跟他分手了，你也再没有跟我们提过他。兄弟，为了这么个女人，值得吗？都别说了。我很快就会跟他结婚，到时候请柬就不发给二位了，免得给你们心里添堵。韩晨，你要是把我们当兄弟，就赶紧回来。你不能跟他在一起，更不能娶她。为什么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在我爸书房看过一份资料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他涉及了一桩命案，身上有人命。他是一个杀人犯，你们愁了怕了这么多年，就是因为这个。我告诉你，他退学就是为了当卧底，退学是假的，跟我分手是假的，命案更是假的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就是为了打入犯罪团伙去当卧底。我们都知道他是卧底，但是资料写得很清楚，一开始他是卧底，是以一个变态的身份混进了犯罪团体，可是后来他变了，被同化了，变得走火入魔，成为他们的一份子。变成了一个连环杀手。你知道个屁！我现在是糊涂了，我不知道当年死的是谁，也不知道今天你从哪儿把他找出来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资料我看过了，
所有罪证都是指向他的，否则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，这桩案子还是保密的？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，公安还没有把他的身份公开，没有给他这个卧底证明？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瞒着你？为什么你的父母一听到他的存在就如同洪水猛兽？当年你有多爱他，我们都知道。既然你醒后失了忆，他又是个已经死掉的罪犯，我们干嘛把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你呢？嫂子，你和韩少怎么认识的？很抱歉各位，我们有事要先走了。哎，担心怎么说走就走？吃完饭再走吧。就是啊。怎么了？别问了，走吧。先走了。哎，人来了，单买了，怎么没吃就走了呢？徐医生从 T 和新家身上获取的芯片好像有自毁装置，用错误的密码输入的话就会损坏上面的信息。徐医生不知道，连接芯片之后呢，触动了它的自毁，送到信息中心之后，就无法从上面获得任何信息了。还有就是王景通过新家的互联网 ID 从云端复制了一封还没销毁的邮件，内容显示又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，字母代号为 K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同时发现新家跟一个叫许南博的人有接触。那有没有可能，这个许南博就是 K 呢？我觉得没有可能啊，他只不过是去听课，而且下课之后两个人并没有什么交集。况且新家和韩神在鹤鸣山中枪的时候，那个许南博刚刚抵达兰市机场，应该没有作案时间。我和唠叨去兰西省医大听他演讲，却被他发现了我们俩警察的身份。而我发现这个人在心理学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啊。其实他以前是研究犯罪心理学的，各省厅对他早有耳闻，只不过他的观点呢有些偏激，所以在业内对他褒贬不一。最近这2年，他好像在往临床心理学方面转。唠叨，你觉得呢？这个人风度翩翩，很有个性，观察力很强，就是他似乎有点强迫症，或者说是偏执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的包。小传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最后过来找我们俩谈话的时候，包上的挂饰歪了2次，他都发现了，而且及时摆正。小传，你记不记得在陈丽江那个案子的时候，有一封署名为 K 的信？我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，我怎么给忘了？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新家跟许南博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，但我们可以去看看他跟陈丽江有没有关联，这样可以从侧面证明他有没有可能是 K。唠叨，你去调查一下许南博此前来兰溪的时候参加学术会议时的行踪。冷面，你再找几个人去看一下新家的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收到。好。干活。哎，看一下里面的东西。是。石警官，来听一下这个。我没有力气了，你们弄吧。能让他以后克制点吗？别跟个小孩似的，一点自制力都没有。等等，哎，等一下，能不能查到他们的位置？巧得很，这款行车记录仪和车内的导航系统是相连的，只要恢复数据，就一定知道他在哪儿。查到了，是鹤鸣山，距离嫌疑人死亡的别墅大概不到3公里。通知当地警方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是。顾局，
嘿，小专，哎呀，哎呀，臭小子，你还知道回来看看我啊？啊？哎，我听说在省里你们办了几个大案子，都特别危险，我这心里啊还真为你们担心呢。嘿嘿，顾局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小白在外面除暴安良，不会给你丢人的。长高了啊？哪长高了？这身子骨还得练啊！哎，天天练，天天练，天天练。那个顾局，这次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来呢主要是为了陈立。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谢谢顾局。这些都是陈立江的一些相关资料，还有当时你们排查他的道路监控。这边，大家都过来。这个区域从外边开始挖。石警官，有发现，小心点挖，马上报告队里。徐医生，你之前已经累倒了，这又来了一堆，是不是跟黑盾组的人商量一下，调别的法医来？你先回去休息休息。不用了，徐医生，现场勘查结果已经确定，那里只是抛尸点，而非案发现场。男性，死因中毒。从腐蚀程度来看，考虑到季节其他因素，死亡时间超过2个月。女性，从骨盆判断，年龄在19到25岁之间，接近白骨化，死亡时间约1年，没有血肉组织，只能从骨骼上找死因，会花较长的时间，具体死因待定。这几具尸体腐蚀情况各有不同，从死亡手法上来看，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作案，有毒杀、刺杀，还有一具死亡时间较近，在半个月内死于脏器破裂，有爆破痕迹，是轻微炸弹的手法。其他信息还得等做了所有尸检流程才能知道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需要一些时间研究。等我有消息，立马通知你们。好的，徐医生，那我们就先撤了，尸检的工作就交给你了，辛苦了。我们开始吧。徐医生，这是前一个尸体的检验报告，死者生前整过容，已根据死者面部植入假体的编号确认身份。都已经天亮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好的。